大家好啊，我是优布，今天继续带大家解读《心经》的经文“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”。我们知道啊，《心经》谈无明是从前面的根与尘以及五蕴的关系，谈到后面的12因缘，从无明开始，以12因缘而言，无明缘实，所以谈无意识界。因为涉及到12因缘，所以才谈无明。那么什么是无明呢？我们要知道啊，是因为人有无明，根据12因缘起的开始，就是说一个人是怎么来的，也就是从无明开始的。这个无明究竟是什么呢？其实啊，无明另外一个名词啊，就是烦恼。那么烦恼又是什么呢？烦恼啊是一个业的现象，所以我们看佛学词典里面，无明或者叫烦恼，或者叫做烦恼迷惑。迷惑的惑在缘起法中，要知道任何的因缘法则一开始都叫缘起的话，这个缘起就是无明。那无明，就像我们一般人说，人从哪里来呢？我们知道啊，人是从父母而来，那跟无明有什么关系呢？因为有父亲有母亲，才会有你这个人。如果以父母的关系完成一个胎儿的话，那么你能肯定的说，这个胎儿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？我们不知道。这个胎儿的生命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我们也不知道。那这个胎儿跟父母又有什么样的缘呢？我们还是不知道。所以啊，无明就是不知道，不明了。因此12缘起既然以无明为缘起，为什么又说无明呢？因为啊，无明是不知道，明了就是知道了。那么什么时候知道的呢？比如说一个胎儿在母亲的肚子里，他知道谁是父亲谁是母亲吗？他一定是不知道的。那么胎儿经过10月怀胎成熟以后，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一个人，那就可见当这个人原来还在母亲的肚子里面是一个无明现象的话，那么胎儿一生出来是个男孩或者是个女孩，不就是明了肯定了吗？所以无明如果以人是怎么来的来举例，那么第一个步骤我们最多只能说这个人是从父母而来。可是有一个问题啊，你的父亲母亲又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如果你一生下来只知道父母而不知道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话，那么你对你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来说就是一个无明的现象。我们知道父亲是从爷爷奶奶而来，母亲呢则是从姥姥姥爷而来。那么以此类推，我们能力所及，但还是不明了。不知道之前都叫做无明，但是这种无明还可以去了解，可以去知道的。比如讲儿子女儿是从父母而来，也就是说在你还没有出生之前，还在母亲的肚子里面是一个无明的状态。当你成为子女以后，你就明了你的父母是谁。可是虽然能明了自己的父母是谁，然而你对你父母的父母而言，你还是无明。当你搞清楚了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是谁，那么你就又明了了。可是对你的太爷爷太奶奶太姥姥太姥爷而言，又是一个无明的现象。可见我们每一个阶段
在明了之前是一个无明，但还是可以把它弄明了。明了以后，在它之前还有更多不同的无明，到最后啊，我们人所不能及的那种无明，我们就称之为无明。那么什么是一无明尽呢？因为无明它不是一个绝尽，或者是一个最后。我们谈人从哪里来，如果以基督教来讲，上帝造人，圣经里面是这样记载的：上帝根据他自己的样子，用泥土捏成一个像他自己一样的人，所以开始有了人。以后啊，因为需要一个女人，那么又从这个人的胸部拿出一根肋骨，再用泥合成为一个女人，所以啊，才有女人是男人身体的一部分的说法。可是有一个问题啊，也就是为什么说上帝造人根据自己的样子造的，但还是无明呢？那是因为啊，我们不知道上帝是什么样子。有的人可能说，哎呀，上帝是卷发、蓝眼睛、白皮肤、满脸络腮胡子的。可是你仔细想一想啊，那个卷发、蓝眼睛的那个是上帝吗？我认为啊，那可能是耶稣。那么究竟上帝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其实啊，就连上帝都从来没有描述过他自己是什么样子。那么我们来看，这是不是一个无明的现象呢？为什么说上帝造人是一个无明的现象呢？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样。如果以人是从父母而来，或者说根据上帝而来，其实啊，都是一个无明的现象，而且它不是一个可以推究到最初的开始。因此啊，我们可知这个尽就是讲最初的，到底了，没有了。那么我们回到刚才的问题，所以我们人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是从父母而来，然后照我刚才讲的方式一直往前推到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尽绝。所以啊，它没有一个肯定的有的开始。那么好，关于心经的经文无明亦无明尽，就为大家解读到这里。游部愿以此功德回向给正在收看视频的您。游部愿您在学佛的道路上，能够在找到智慧之前呢，先能够找到快乐；找到快乐之前呢，先能够找到自己。感恩大家，我是游部。